喜沈总，今天您只要拿到徐总的股份转让协议书，您可就是盛世集团真正的主人了。徐总到。这份股份转让协议书，你签下字。好。以后盛世集团的总裁就由我老公担任，你们对待他要像对待我一样。下去吧。老婆，你真打算把公司交给我管理了？做试管做了1年，好不容易怀上宝宝，这次我要安心养胎，以后公司就辛苦你了。说什么辛苦？你可是我最爱的老婆大人，为了你和宝宝，再辛苦我也愿意。终于，这位置早该是我的了。那你下午陪我去国际月子中心看看环境吧。哎呀，我下午约了个非常重要的客户，不过没关系，我现在就推了他，干什么都没有陪老婆重要。哎，不用，你刚接手公司，还是去见客户重要，我自己去就好了。老婆，你确认我陪你去吗？真的不用啦，这个股份转让协议我晚上签完字给你，我走啦。老婆，路上注意安全。蠢女人就是好骗，盛世集团以后就要改姓沈了。老公，小心点儿，人家肚子里可是怀了你的宝贝儿子哦。知道，我的大功臣，老公会很小心。哎，讨厌！老公，说正事儿，我那些做主播的闺蜜们讨厌死了，她们不相信你是盛世集团的总裁，说我吹牛。月子中心到现在都没确定下来，都笑话我呢。那个新开的爱子国际中心，你知道吧？知道啊，里面入住的全都是超级富豪和明星哎。没错，那是我是我专门给你订的最贵的豪华包房。哇！让你的闺蜜们也去看看，让她们也开开眼。太好了。行，拿去，这里是1000万没花钱，你想住哪间住哪间，想买什么买什么，只要你能把我儿子照顾好，把我伺候舒服。我的小野猫，还有最爱我的老婆大人，这齐人之福，这泼天富贵，玩的真他妈爽！小小，这个月子中心的环境可以啊。这环境是不错，不过这沈北慈，你不是说他对你最是温柔体贴吗？怎么他明知道你胎位不稳，不宜开车，也不亲自送你来月子中心？他去见客户啦，他这么有上进心，我为他感到高兴。真不知道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，明明是他有不育症，你还替他隐瞒。为了给他生个孩子，你人工受孕，这1年来你扎了多少针，受了多少苦？那我现在不怀上了吗？还是他最想要的女儿，他终于能如愿以偿。谁知道他是不是嘴上说说呢，心里指不定多想要个儿子。可能，我相信他不是这种重男轻女的人。谁知道？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我们托绵绵的福，才能参观这顶级的月子会所——爱子国际中心。我可听说这入住名额都排到后年了，沈总一句话就给你定下 VIP 房间，太牛了！那是当然了，我现在怀了他的儿子，我想要什么，他就得给我什么。哇，好羡慕你呀！哎，妮妮，你看那个包房，浅浅，你这月子房装修的，真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沈北慈那暴发户的品味，俗不可耐。我这以后要是坐月子，他肯定得天天陪着我，要让他住着舒服才行。你呀，满脑子都是那个软饭男，
他要是敢做半点对不起你的事儿，我一定咒他断子绝孙，不得好死。他不会的。走，我们去卧室看看。他最好不会。妮妮儿，我怎么觉得这个888包房比咱们看的666包房更奢华呢？走，进去看看，我要住就住最好的。这也太豪华了吧！这可比666包房豪华多了！真是。这间包房归我了，里面的人，给我滚出去！哎呦喂，我当是谁呢？居然是你啊，徐浅！这世界还真是够小的呢。绵绵，你认识这个女的？认识啊，太认识了。我大学同学，当年上学的时候，可是我们大学有名的学霸女神，年年都拿最高奖学金，风光无限。可惜呀，大2那年她就突然退学了。据说是家里穷的揭不开锅，学费都交不起了。谁让你们在这里直播的？这是我们订的包房，请你们出去。哼。徐姐，我看在你是我老同学的份上，就给你个面子。你什么意思？谁不知道你当年是因为家里太穷才被迫辍学的？这种包房也是你个底层人能住的。你把这包房让给我，价格随你开。哎呦喂，难怪说我刚一进来就闻到一股穷酸味儿。哎呦，原来是他身上的呀！也是呀，你说他都穷的退学了，你就不怕他狮子大开口呀？我老公有的是钱，只要是用钱能解决的问题，这都不是问题。对不起，这间包房我不要，请你们出去。10万块，是你这种打工妹赚几年都挣不到的。拿着钱，赶紧滚！这间包房我要了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说了，这个包房我不要，你们出去！曲姐，你装什么装？你打工打多少年才能存上10万块钱？你给我拿上钱，赶紧走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当初他不是退学，是出国留学。还有你说他家里穷，你知不知道？他可是海城的首富千金。他是首富千金啊！我说怎么住上这么好的包房了？合着是被老男人包养了。哎，我记得海城首富的年纪得有60了吧？这种老男人他也下得去嘴，可真让人佩服。也是，要不是他床上功夫好，那个老男人怎么会花这么多钱让他住在这么好的会所里，对吧？都给我滚出去，不然我叫人了。哎，不用你叫人，我这直播间好几万人可都看着呢。像你这种被老男人包养的小三儿，也好意思住这么好的月子中心？呸！不要脸！就是，像你这种小三，名不正言不顺的，生下来的孩子呀，也是一个见不得光的野种，哪像绵绵呀？她的老公呀，可是盛世集团的总裁，肚子里怀着的可是继承人。你说，她老公是盛世集团的总裁？你说，她老公是盛世集团的总裁？沈北慈是你的老公？知道怕了吧？还不快滚出去！要是惹怒了沈总，你呀，怕是把孩子生在大街上了。北慈不是那样的人，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误会。你一旦得罪绵绵啊，就是跟整个盛世集团作对，后果
你担不起。哎，我刚从他办公室出来，本来呢不想拿我这总裁夫人的身份说事儿，但是你也太自不量力了，就凭你个穷松货，也配跟我争？这就是他说的要陪客户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你就把沈北慈叫来，让他亲自把我赶出包房。哼，你挺着个肚子还想见我老公，我怕你是想勾引我老公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沈北慈他本来是你不敢叫，还是你本来就在撒谎？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好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让他过来收拾你。请。老公，我今天来看月子中心，结果大学时退学的那个拜金女仗着她傍了个老男人，居然欺负我，跟我抢包房。宝贝儿别怕，我给你撑腰，你把电话给他。我是沈北慈。真的是沈北慈的声音，真的是沈北慈的声音。你就是那个被退学的拜金女吧？在学校你就总是欺负绵绵，如今她肚子里怀着我的儿子，你休想再欺负她！现在我给你个机会，马上从包房滚出去，否则我亲自过去将你轰出去。沈北慈，我为了你千辛万苦怀上了孩子，给了你今天的一切，你却为别的女人撑腰。好，沈总，那我就亲自等着你的大驾，把我轰出去。看你真是活腻了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我看你这回拿什么跟我斗？你这个破烂货，也就配勾搭勾搭老男人，给我老公提鞋都不配。你打我！你找死！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是月子中心的，来的正好。这位是盛世集团的总裁夫人，她要住这间包房，却被这个贱女人给霸占了。吴经理特意交代过的，这个888包房啊是特意为你准备的，请你马上出去，不然我就要喊保安了。麻烦你好好给我看清楚，我到底是谁。总裁夫人，总裁夫人，虽然我只是远远看到总裁夫人一面，但应该不是她。她全身名牌，肯定她才是总裁夫人。我不管你是谁，请你马上离开这里。爱子国际中心是专门为总裁夫人量身定制的，888包房也是不对外开放的。你是说这间包房是盛世集团总裁定下的？总裁可爱夫人了，他刚听说夫人怀孕了，就立马包下这个包房，为的呀就是让总裁夫人安心养胎。你把登记资料给我看一下。我许倩，还真是小看你了！你什么时候勾搭的我老公？绵绵，这么说，他住的这间包房花的是你老公的钱啊？我看你穿的人模人样的，原来呀，你到处给别人当小三，呸，不要脸！麻烦你们搞清楚，到底谁才是小三？我警告你，给我出去，不然我报警了。你个小三有什么脸报警？行，我成全你，我现在就把你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全都曝光出来，把账号切换成我的。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我今天来入住月子中心，结果本来安排给我的包房，全被这个小三给强行占据了。家人们，快给我评评理啊！现在的小三也太嚣张了，就该给这些专门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一些教训。同样是孕妇，绵绵姐，我们大家都支持你惩治小三，让她受到该有的惩罚。惩治小三，人人有责，
惩戒小三，人人有责。今天就替所有人给这个13当3的女人一点教训。你们的机会来了，给我打她！谁打的最狠，就让我男朋友和她做大网红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萱萱，放开我！萱萱，既然你这么不要脸，那就让我直播间的家人们看看你这个狐媚样子。李绵绵，你知道我最讨厌你哪一点？明明你比我差，长得也跟我差不多，凭什么所有男生都围着你转？你说你退学了，还不要脸的勾引我老公，就你也配？李绵绵，我在学校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招惹过你，你为什么处处和我作对？你不就是成绩好一点吗？我已经跟所有人说，你就是被包养的，为什么所有人还是对你好？现在你做了小三儿，全网的人都要惩罚你，我可就怨不了。给我狠狠的打他！住手！我是孕妇，故意伤害，都派你们的。也对，都是因为你肚子里这个野种，你才要跟我抢包房。如果没了这个孩子，这包房你也是用不上。你要干什么？对呀，绵绵，我这就联系医院，让他去打胎。谁说打胎一定要去医院？给我摁住他！在干什么？住手！在干什么？芊芊，经理，这个女人要霸占888套房，准备把她赶出去呢。臭货！你们可知道她是谁？给我供出去！你是这里的经理，把她给我赶出去！这间包房的确是他预定的，应该离开的人是你。吴经理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你就是我老公身边的一条狗，敢得罪我，小心我让你收拾包袱滚蛋！明天的是666包，我这就派人带你过去。这间月子中心是我老公沈北慈专门为我设定的，我想住哪个包房就住哪个。今天这888包房，我还就住定了。你们赶紧把这个小三给我赶出去！林小姐，恕难从命。啊，徐姐，我还真是小看你了。你居然还勾搭上了这儿的经理！我说他怎么不惜得罪我，也要让我入住这间包房？哦，你先是勾引老男人，又缠上人家老公，现在又和这里的经理有一腿，我真是人尽可夫的贱人。等沈总那会来了，知道你这些脏货，他肯定不会饶过你。果然心是脏的，看什么都是脏的。你们给我出去！好啊，徐姐，你给我等着。我老公已经到楼下，你这回死定了。好，我等着。沈北慈，我倒要看看你见到我会是什么表情。老婆，你等着我，我马上就到。好，我等着。林绵绵，你确定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沈北慈的？那是当然，只要我给他生下儿子，这盛世集团的财产就全都是我儿子的。可据我所知，沈北慈有不育症，很难生出孩子的。你胡说什么？他要是不孕不育，那我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那就得问你自己了。我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我能不知道吗？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搬还是不搬？我说过，我不搬。好，既然如此，这间包房我住不了，你也别想住，给我砸！你确定要砸了这间包房？那是当然，这间包房是我老公花钱给你住的，我想怎么砸就怎么砸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这里的装修
可不便宜。那又怎么样？这间房子里所有东西加起来也要不了100万，别说我老公，老娘我都赔得起。你要是敢动我，等我老公来了，绝不会放过你。给我砸！你给我你来上！敢动我的女人，找死！敢动我的女人，找死！包房的人呢？林小姐她看了包房之后，她就说要带人在我们约子会所直播。现在我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。还不快去找！是。拉爽了吧？我他妈给外住！你们这些有眼无珠的东西，你们居然敢碰我！我管的可是你们沈总的孩子，万一出了什么闪失，我叫你们牢底坐穿！你们这些臭保安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可我让我老公把你们全开除了。那就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你先是抢我包房，然后又砸坏这些摆件，这些东西加起来怎么也有个1000万，你就说怎么赔偿吧。你疯了！你个穷酸货！你不仅花我老公的钱，你还想讹我的钱！我就算把这个爱子国际中心买下来，也用不了1000万。林小姐，这件可是清代的古董花瓶，单单这件花瓶就值500万，再加上这些艺术品摆件，让你赔1000万，那已经算是友情价了。什么？你说这些都是艺术品？绵绵，你就是把我卖了，我也赔不了这么多钱啊！就是，绵绵，这些东西可是你让我们砸的呀！绵绵，你是万盛集团的总裁夫人，这1000万对你来说是小数目，你肯定能赔的，对不对？当然了。那好，赔钱吧。这是我老公给我的黑卡，1000万，刷卡。这是我老公给我的黑卡。老婆，我最近看中一个项目，稳赚不赔的，我想投点。你需要多少？不多，1000万。你投资的稳赚不赔的项目，就是在外面养女人。赔钱可以，但是我要让他给我磕头道歉，还要让他在全网观众面前承认他自己是个小三儿。那要是刷不出来，我给你下跪磕头。好，我同意。家人们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！总裁夫人怒刷1000万，就为了替大家教训这破坏家庭的小三儿。就是，家人们，嘉年华刷起来呀！绵绵为了大家的心愿，一掷千金呢。林小姐，您这卡余额不足啊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这里面明明有1000万啊！给我。余额不足，请关卡。余额，请关卡。林媛媛，愿赌服输，下跪。绵绵，你不是总裁夫人吗？你怎么连1000万都刷不出来？绵绵，你不会真的赔不起吧？我怎么可能赔不起？我现在就给我老公打电话。喂，老公，你给我的卡怎么刷不出来呀？不可能啊！我才存了1000万。老婆别急，你在哪个包？我现在过去找你。我在爱此国际888包房，我刚刚砸了他们的包房，他们现在要讹我1000万。什么包房这么贵啊？要赔1000万？这边的经理说我砸了什么艺术品，有一些高仿货来讹诈我。岂有此理！你把电话给经理。
我是沈北慈，你竟然敢让我老婆赔钱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沈总，林小姐砸坏的这些物件，那可都是艺术品。按照规定，林小姐要是赔不上这钱，那可有坐牢的风险啊！老公，你听见没有？这个经理一点都不把你放在眼里。老公，你要给我做主啊！你让他们在那儿等着，我现在就过去，让那些欺负过你的人统统付出代价。谢谢老公，我就在这等你，好好的教训他。沈北慈，你倒要看看你要怎么教训。我老公马上就要来了，你跟你姘头这回死定了。你没上过学吗？网络诽谤罪、故意损害财物罪、寻衅滋事罪，这哪一条都够你判的。好啊，徐启，你就仗着人多欺负我是不是？行，我就让全网的人看看你这个人有多放荡。家人们，你们都看到了，这个专门靠出卖自己身体的小三儿，还有这个月子中心的经理，两个人狼狈为奸。这明明是我的包房，却偏偏要让我让给这个贱女人。吴经理，打电话给我的法务，让他们走法律程序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等等，通知我父亲，让他搜集沈北慈所有的出轨证据，我要让他净身出户。明白。你吓唬谁呢你？让全网的观众给我作证，我只是代表他们教训一下你这个不守妇道、道德败坏的女人，我没错。就是，你这种小三放在古代，那可是要被进猪笼的。生个孩子就是个垃圾，就活该清理掉。就是，直播间的10万人啊，肯定会支持我们的。毕竟我们是在为社会清理垃圾。没有直播间里扒光，就已经是手下留情了。你们觉得自己还挺正？你和他在一起多久？我跟他在一起3年了，我已经为他打了2个女儿，现在终于为他怀上了他最想要的儿子。沈北慈，你好得很。我跟他在一起3年，现在终于为他怀上了他最想要的儿子。哇，那么久啊？那他跟你领证了吗？我老公说了，结婚证就是一张废纸。等我把他的儿子生下来，他就会给我一场盛大的世纪婚礼。所以，这就是他要跟我隐婚的原因。他不跟你领证，那是因为他是有老婆的。什么？如果沈总有老婆，那绵绵才是小三儿。反转了，绵绵才是真正的小三，太打脸了。就是，他直播打小三，结果自己才是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，刺激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有老婆？你别胡说！放肆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帮忙！哦。绵绵，他怎么会有盛世集团的股份协议书？你怎么会有盛世集团的股份转让合同？你到底用了什么狐媚手段，居然骗到了我老公的股份？这份合同是给沈北慈的。你居然敢勾引我老公！我就说你一个破烂货，怎么能住上这么好的月子中心？原来就是骗了我老公的钱。绵绵，你可得擦亮眼睛了，现在的小三儿啊，手段可高了，也不知道会使用什么狐媚手段勾引沈总。是啊，绵绵，你呀，赶快把合同给撕了。这个小三就是盯着你们盛世集团的股份，这些钱可是你儿子的。你可想清楚，这份合同是沈北慈做梦都想要的。你要是撕了，你别后悔。
我会后悔，后悔的应该是你。喂，老公，我都快被这个拜金女给欺负死了，你说怎么办呀？老婆，他欺负你，你就狠狠的打回去呀！我马上到，出了事儿我负责。沈北慈，你老婆，你们都听到了吗？我老公说了，出了什么事儿，他全权负责。你们这些臭保安，听到了吗？还敢管闲事儿？等下我老公来了，不仅要把你们开除，还要让你们在海城没有活路。李绵绵，你会遭报应，你的报应就是我。给我打！别动我一杯，这是我最后的底线。底线？像你这种荡妇也配有底线？那是他妈妈留给他最后的东西，你还给他。这东西这么重要，你跪下来求求我，说不定我一开心就还给你了呢。啊！跪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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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给我跪下！好，跪。满意了吧？还给我！当然不够。把摄像头对着他，我要让他给全网的观众道歉。现在给我直播间的10万粉丝亲口承认你就是个小三儿，说。我是小三。大点声啊，我听不见。我是小三。哎呦，大家都看到了吧？当小三儿还叫得这么大声，真是不要脸！就是啊，瞧他那个放荡的样子呀，怕是我这辈子都学不会了，怪不得呀，能爬上老男人的床呢。你终于承认你是小三了，徐姐，我终于赢了你一回，满意了吧？还给我！这终归是死人的东西，我拿在手里不嫌晦气，还给你。哎呀，徐姐，你怎么拿个东西都拿不稳啊？这下可不能怨我了吧？啊！李绵绵，你杀我！我看谁敢欺负我的女人！我看谁敢欺负我的女人！老公，你终于来了！你要是再不来，我的儿子就要被这个拜金女欺负死了。是啊，沈总，那个拜金女居然敢当众打绵绵，你可得为她做主啊！是啊，只要沈总出手惩治那个拜金女，这一下她死定了。老婆，谁敢欺负你，你告诉我，我一定让他10倍奉还。老公，我知道你身边有一些莺莺燕燕，但是如果我被人欺负了，不管是谁，你都会替我做主的，是不是？当然，你可是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女人，更何况你现在肚子里还怀了我的儿子，我一定让他给你磕头赔罪。瞧瞧，沈总和绵绵多恩爱呀！你们看，网友也在夸你们郎才女貌呢。就是，沈总你这下可得好好给绵绵出出气，教训教训那个不要脸的小三。老公，我就知道对我和儿子最好了。让我看看是谁这么胆大妄为，敢欺负我的女人。沈总，就是他。沈北慈，
我倒要看看你是如何让我在海城活不下去。老婆，这是谁干的？跟我没关系，不是我，也不是我干的，是我打的。老公，这就是我说的那个拜金女，就是她跟我抢包房，我正在替全网的网友好好的教训她呢。你知不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？沈贝斯，你疯了！你居然为了一个小三打我！沈总是不是气糊涂了？居然为了小三就是打绵绵？是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难不成沈总真正爱的女人是徐浅？你不会真迷上这个拜金女了吧？她放荡成性，肚子里怀的谁的野种都不知道呢？只有我怀的才是你的儿子啊！林妹妹，你胡说些什么？都是怀孕的人，你怎么能这么恶毒，下这么狠的手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沈总，你小下去，绵绵肚子里怀的是你的孩子，生了孩子可就不好了。是啊，沈总，你千万不要误会绵绵啊！这个女人，她是一个不要脸的小三，心术不正，你不要被她骗了呀！老公，全网的观众在看着呢。别演了，你演的不累，我看着都累。我可以解释，你给我一次机会。解释？沈北慈，你亲口告诉他，我到底是谁？她是我老婆，也是海城首富的千金。沈北慈是徐晴老公，林绵绵才是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儿。徐显竟然是首富千金，那我们刚刚所做的一切，岂不是得罪他了？不可能啊！她就是一个喜欢勾搭老男人的拜金女，她怎么可能是首富千金啊？你闭嘴吧你！软饭男出轨拜金女，太劲爆了吧？是啊，拜金女还将正妻当小三给打了，好狗写了一出大戏。还不快把直播关掉！老婆，我错了，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想给你机会，可是他不给啊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你干的！这些钱都是我们儿子的，凭什么让这个女人得逞？蠢货！你这个可以进博物馆的蠢货！老婆，你是首富千金，别跟那种胸大无脑的女人一般见识，你就消消气吧。浅浅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现在马上补签一份股份转让协议，好不好？沈北慈，按照婚前协议，你一旦出轨，净身出户，净身出户。老婆，我是真的爱你，我不能没有你啊，老婆！你给我起来！你喊他老婆，那我算什么？徐浅才是我老婆，而你只不过是一个我在外面养的玩意儿罢了。她肚子里怀的是我的女儿，而你肚子里只不过是一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罢了。所以说，你从始至终都在骗我是吗？是你自己蠢，上赶着爬上我的床。明明是你跟我说的你没有结婚，明明是你说结婚证就是一张废纸，你怎么能翻脸不认人啊？你别跟我死缠烂打，滚开！老婆，我是真的爱你，我不能没有你啊，老婆。你是不能没有我，还是不能没有我背后的盛世集团啊？我当然是不能没有你啊，老婆。你千辛万苦才怀上我的孩子，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？等宝宝一出生，我主外，你主内，你就安心在家里做一个好妻子、好妈妈。老婆，你期待的生活马上就要实现了。我发誓，老婆，我发誓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相信我，真的，你肚子里的孩子不能没有爸爸呀，老婆。不配做我孩子的父亲。
做我孩子的父亲。徐总，刚刚他打砸包房，恶意损坏财物，律师已经将所有损失都算出来了，一共是3000万。很好，把账单给他吧。3000万，绵绵就算倾家荡产也赔不起这么多钱啊！不会，他要坐牢吧？说的就是呀。看看你干的好事儿！我卖了也不止3000万，贝斯，你帮帮我！沈贝斯，我怀的可是你的孩子，你不能不管我！老婆，反正你也不缺钱，这事儿闹大了，对谁也不好。要不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就这么算了。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你花我的钱在外面养女人，我还要给你面子？绵绵她不是故意的，她是你同学，你们又都是孕妇，谁出事了都不好，你说呢？你怎么能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？老婆，之前我花3000万买豪车，你别说给就给了嘛，这次何必这么斤斤计较？这辈子真让我觉得恶心。老婆，你看你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也该消消气了吧？再说了，我也就是一时鬼迷了心窍，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而已。真是厚颜无耻！徐总，这是您要的离婚协议书。非要为了这点小事跟我闹离婚？小事？你出轨了！你花着我的钱在外面养女人，这是小事吗？离婚！真的要我净身出户？沈北慈，自从我们结婚之后，你吃我的、花我的、用我，连总裁位置都给你了。可你呢？软饭硬吃，风流成性。我让你净身出户，已经是便宜你了。老婆，我再也不敢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这么多人都看着你，给自己留点脸。签字吧。老婆，老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老婆，你求大人有大量，再原谅我一次吧。出轨只有0次和无数次，我绝不原谅。吴经理，带许律师出去，再拟一份离婚协议。是。当真不给我机会，要把我逼上绝路是吗？哼，多说无益。从今往后，你我再无瓜葛。我们走。拦住他！我才是盛世集团的总裁，今天你们谁敢跟我作对，我绝不会让你们活着走出海城。不过，只要你们听我，我保证你们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。沈贝慈，你想干什么？一旦你今天死在这里，盛世集团的财产就都是我的。贝慈，你疯了！老婆，我给过你机会了，既然你无情，那就休怪我无义了。沈贝慈，你混蛋！杀人犯法！还有你们，助纣为虐，统统是要被判刑的！沈北慈，你丧心病狂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敢谋财害命 ？No， 不是我谋财害命，是我老婆得了孕期抑郁症，她因为抑郁症跳楼自杀，一尸两命。而你作为我老婆最好的闺蜜，为了救我老婆，不幸坠亡。哼，这很合理吧？姐妹情深啊，多感人的故事！是啊，有了这个话题直播，肯定会上热搜的。
没错呀，到时候呀，我们再给沈总来一个神奇人设，肯定会赢得网友们的同情。谁还会追查事情的真相呢？哈哈哈哈哈！懂事，只要你们跟我干，事成之后，一人1000万。沈总说的对，反正我们已经得罪了省府千金，就算放了他，会有什么好下场？还不如跟着沈总干。就是呀，既然沈总成了海城首富，我们都是功臣，这个好处自然少不了我们的呀。你们看，一个月也就赚5000块的工资，打8辈子工也赚不上1000万，到底怎么选？你们好好想清楚了。好，孙总，我跟你干，那我们跟着你干。你们知法犯法，自寻死路！自寻死路！这间包房里发生的事情，只要你们一死，还有谁会知道真相？沈妹子，别忘了我怀的是你的孩子。说起这个孩子啊，老公，他在大学的时候玩的可花了，跟好多男人都睡过。这身子呀，早就玩脏了。他肚子里怀的孩子，肯定不是你的。你胡说什么？你确定他是在胡说？哦，怪不得你怀不了孕，要求去做试管呢。原来你的身子早就被玩烂了。做试管？我可是听说做试管90%的孩子都不是自己亲生的。海参千金又怎样？还不是一只不会下蛋的鸡呀！哎呦，沈总，你千万不要稀里糊涂就被他戴了绿帽子了呀！从始至终，真正给你戴绿帽子的不是我，是他。你什么意思？从始至终，不能怀孕的人是你。你染色体突变，患有弱精症，除了做事，这辈子都不可能让人怀孕。你这辈子都不可能让人怀孕。不可能，我怎么会是个太监呢？你要是不相信，自己去医院检查。什么？沈总有不孕症？那绵绵肚子里孩子又是谁的？难道绵绵真的如传闻一样玩得很花？这也太差理了吧！你们胡说什么？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贝斯的。贝斯，你别让这个贱女人给骗了，这个证明她肯定是假的。就是，像沈总这么去意不凡的人，怎么可能是生不出孩子的太监？是啊，沈总，绵绵对你啊可是真心一片，从始至终啊就你这么一个男的，反倒是徐显，他都能爬上老男人的床，这个不孕症肯定是假的。没错，我差点就上不了当。徐浅啊，徐浅，我没想到你居然这么阴险，为了诬陷绵绵，居然提前连这种东西都准备好了。可惜呀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我才不会上你当。你当初怎么能看上你这个蠢货？都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嚣张，给你脸了！我就知道你打心底里瞧不起我，你这个女人强势又霸道，我忍你很久了。你知道公司那些董事背后都是怎么笑话我的？他们都说我是软饭男。他们说的也没错，本来就是靠着吃软饭上位的。沈美子，畜生，她怀着你的孩子呢！畜生，你个畜生！我老公就是贱女人，有你什么事儿？老公，那他肚子里的野种怎么办？你说呢？要我说，既然是野种，不要也罢。
只要你高兴，现在就亲手打掉这个孩子。老公，你最威武了，那我就等着看戏了。沈北子，你居然亲手要杀了你的孩子！老公，你看他，他还护着肚子里的野种，舍不得打掉呢。你们把他按住！今天我要亲手解决了这个贱货！徐总，大小姐她过后再跟你算账。现在他们在哪个房间？赶紧带我去！是。沈北子，你会为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的。沈北子，我肚子里怀的可是你的孩子，你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放过吗？沈北子，你真是个畜生！把他给我摁到墙上去！钱钱，放开我！钱钱！一切，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，你可怨不得我！钱钱，放开我！沈北子，你个混蛋！钱钱，沈北子，你个畜生！沈北子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放开我！畜生！这里面可是你的孩子！像你这样的贱人，也妄想还这北慈的孩子，徐倩，我看你还拿什么跟我斗？沈北子，你个畜生！钱钱，沈北子，你不等死！你不等死！不得好死的人是你，居然敢诅咒我老公！上大学的时候你就处处压我一头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，还真是让人痛快。好了，气也消了，孩子也打，该办正事儿。股份协议书拿来。只要让他签了这个股份转让协议，这盛世集团就是我们的了。签字儿。休想！就算是死，不会见字。畜生！沈北慈，你就是钱钱身边那条狗，你敢这样对他，你不怕遭报应吗？苏小小，我忍你很久了。当初和徐浅结婚的时候，你就差点坏了我的事儿。这回新账旧账一起算。既然徐浅不肯签字，那我就先从你开刀。干什么？你不签字，就只能让他代你付出代价。畜生！我签。从今以后，你的男人就是我的，你的公司就是我儿子的，我看你还拿什么跟我比？老公，以后你可就是盛世集团的新主人了。恭喜沈总，你能成为盛世集团的主人，是众望所归呀。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这1000万的报酬马上就可以兑现了？恭喜沈总成为盛世集团的新主人。
现在只要把这2个女人解决了，一切就都解决了。老公，他刚刚那么欺负我，如果就是简简单单把他弄死了，那也太便宜他了。你想怎么做？我要让他给我磕头赔罪。好，天天看他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我倒要看看他是如何磕头赔罪。徐浅，只要你能给绵绵磕头，说不定我能命夫妻一场的份儿放了。做梦！只要你们谁能让这个女人给我磕头，磕一个多加100万。磕一个100万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如果我们能让徐浅磕头认错，就直接财富自由了。就是，还有这种好事儿！哎，我先来，我先来。我为虎作伥，就不怕坐牢吗？坐牢？如今沈总可是盛世集团的主人，在这海城可谓是一手遮天。我怕什么？就是，徐浅，你赶快给沈总磕头道歉，否则的话就不要怪我们怜香惜玉了。你不要磕我！那你就磕我！想不想要我吗？救命！救命！这间包房的隔音效果这么好，你就算喊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听见。给我住手！快把医生找来，给他做全面检查。小雪，小雪。徐总，小姐已安排妥当。是谁干的？谁打的他？谁害他流产？是你们？那就是你们了！不是我们，不是我们。老头儿，是我，你谁呀？不会是徐浅的姘头吧？哼，我告诉你。我老公是盛世集团的总裁，海城首富。不过呢，你还得谢谢我，我们替你把他肚子里那个野种给打掉了。盛世集团的总裁，海城的首富。哼，怕了吧？怕了就赶紧滚，否则我让老公连你一块收拾。沈北子，你敢欺负我的女儿，好大的狗胆！爸，你喊他爸，然后他是海城首富。什么？他是海城首富？那我们刚刚欺负他的女儿不是死定了？完了完了，我们得罪了海城首富，这次真的给我死路一条了。你消消气啊！到底打了他多少下？一下，2下，3下，还是连你自己都说不清到底打了他多少下？你们最好祈祷我女儿没事。女儿要是有一点事，你们所有人全部陪葬。爸，你听我解释，这都是误会啊，爸！不是误会，这是违法。你原本就不同意我的女儿嫁给你，现在既然把她打到流产，你找死！爸，这件事情都是徐浅的错，是他刁蛮任性、不讲道理，非要霸占别人的包房。我只是想给他一点小小的惩罚，也是为了维护您的脸面。我的脸面啊？是。爸，虽然您贵为海城首富，但是你也不能放任自己的女儿去欺负一个孕妇。不信你问林绵绵，她就是受害者。是啊，就算你是海城首富，你也不能蛮不讲理啊！不是他非要跟我抢包房，
海宗这个局面，黑人，他们统统给我拿下！爸，我真的是为了维护您的形象啊！这林绵绵在网上有上百万的粉丝，徐浅这么胡闹会丢了集团的脸面，我这真的是为了您考虑啊！把我女儿打得流产，还敢说是为我考虑？徐董事长，他胡说八道！是这个林绵绵先来大小姐的包房胡闹，他是这个渣男在外面包养的小三。大小姐知道真相后，居然想要杀人灭口，清通你的所有家产，而且他们还买通保安谋财害命，简直狂妄之极！贝慈，我把女儿嫁给你，把盛世集团总裁的位置也给你，居然就这么对她！爸，你不要听这些外人乱要人啊！这确实是徐浅有错在先啊，爸！放屁！我原本以为你只是无能吃软饭，没想到你居然如此的厚颜无耻。来之前就已经调查清楚了，出轨在先，现在还把我女儿打得流产，就你这种畜生，根本就不配活在世上！人，给我打！打我女儿多少下，我要10倍奉还！别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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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！别和这种人渣计较，别脏了你的手。你身体不适了？医生说，除了流产之后身体有点虚弱，别的伤并无大碍。你放心，今天在下欺负过你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你给我签了这份离婚协议，净身出户，消失在海城，否则的话，让你死无葬。爸，我不同意！这一年我在集团里面当牛做马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更何况我还给公司拉了这么多订单，你们难道卸磨杀驴吗？沈贝慈，你当真以为凭你的能力能拉来那些订单吗？那都是我的女儿安排人哄着你签的，目的就是为了让你能在盛世集团站稳脚跟。那我给徐家牵线搭桥的那些商业贵胄呢？总不能也是他的人吧？那些人要不看在你是徐家赘婿的份上，连给一提鞋的资格都不配。什么？我的女儿为了你付出这么多，你居然还打她？这微不足的白眼狼，把屁股洗干净，等着把牢底坐穿。不，爸，我不离婚，我不要坐牢，爸。爸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这份离婚协议我是不会签的。沈贝慈，你怕什么？你别忘了，刚才徐浅已经把股权转让协议签了，现在这盛世集团是你的。对呀，我现在已经有了许家的全部财产，我怕什么？刚才徐浅已经把盛世集团的全部股份全部转让给我了，现在我才是海城首富。你们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愣着干嘛呀？动手啊！沈北慈，要不你好好看看这份转让协议上是怎么写？什么意思？是我原本是想把盛世集团的股份转让给你，只要等我们的女儿平安出生，这一切就都是你的。是你亲手打掉了自己的孩子。自该子女出生之日起，本股份转让书正式生效。没错，所以这份协议无效。沈北慈，我把长盛集团所有的股份都给我女儿，为的就是让你们的孩子出生以后，我能够安享晚年，把所有财产都转在你的名下。没想到你这个畜生，居然亲手打掉自己的孩子！
你是说，只要我的女儿顺利出生，许家的全部财产就都是我的了？吴经理，报警！我要让他今天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爸，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浅浅，我知道你生不出孩子，我们再去做一次试管好不好？你还想让我给你生孩子？老婆，这次我不会再嫌弃她是女孩了。你厚颜无耻！你好好跟浅浅说说，让我们再试一次，再去做一个试管，好不好？你还认为生不出孩子的是我的女儿吗？我带了医生来，生不生得出孩子，一眼便知。徐董事长，经过我们专业团队检验，他的确有不育症，除非人工受孕，否则根本无法生育。这么说，明明肚子里的孩子真的不是沈总，这也太抓马了吧？看来是绵绵自己玩的太花了。这孩子到底是谁的？他或许也不知道吧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艾斯，你别被他们骗了。所谓的医生肯定是他们一伙的。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呀。艾斯，你别受这些人的挑拨。我们只要现在看直播，全网的观众都会同情我们的，我们还有机会翻盘。没错，沈总，现在网友都认定徐寝是傍老人的小三儿，只要我们曝光他们欺负孕妇，他们也就不敢轻举妄动，我们就能活着出去了。对对对，即便是首富，也不敢当着全网粉丝的面杀人灭口吧。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我是林绵绵，现在我的生命受到了威胁，请广大网友们帮我作证。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我是林绵绵，现在我的生命受到了威胁，还请广大网友们帮我作证，见证我的安全。徐浅身为首富千金，还要霸占绵绵的月子宝宝，难道有钱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了吗？就是啊，难道我们没钱没势就活该被欺负吗？这首富千金太没有同情心了，同样身为孕妇，怎么能欺负绵绵呢？难道像我们这种没权没势的人，活该被欺负吗？绵绵，你放心，我们都支持你。虽然我也是许家的赘婿，可其实我也是穷苦出身啊。这一年，我在许家备受欺辱。今天，大义灭亲，揭露首富许家的罪行。沈北慈，明明是你软饭硬吃，还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，禽兽不如！李经理，安排证据。是，我这就安排。大家好，我是林绵绵的法律大哥，这几年我给他算了几百案了，他的事儿我最清楚，他根本就不配做你这母亲。把他给我摁住！把他给我摁住！放开我！林绵绵知道沈北慈生不出孩子，求我给他一个，但是我根本就不知道沈北慈已经入赘了许家，还杀妻夺财，把首富家庭打流产。你胡说！你为什么要毁了我？这是我和他亲密照，他们这个狗男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还有谋财害命，试图毁伤尸体，所以大家一定不要相信他们，千万不要被他们骗了。严惩渣男和小三，严惩渣男和小三。现在我们有一些私事要处理，就不占用公共资源了，谢谢大家。你个贱人，你算计我！这么说，绵绵早就知道沈总生不出来孩子，他的孩子是绑立大哥的，他真的是害死我们了。这下我们真的是彻底完了。沈北慈，你亲手打掉了自己的亲生女儿，为的就是给别人的孩子当爸爸。贱人，我杀了你！贱人，我杀了你！
姐，你也看到了，我都是被那个林绵绵给骗了，都是她指使的，我也是受害者呀。受害者？你这是自作自受。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我怀不了孩子，这1年我一共扎了1560针，好不容易怀上的孩子，被你亲手打掉。芊芊，你为了我扎这么多针，所以说明你心里还是有我的，对不对？是我瞎了眼，我才会觉得只要你做好丈夫的本分，我就把所有股份都给你。芊芊，我是真的爱你，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可以再要一个孩子。爱我，爱到不惜杀妻夺财是吗？不是的，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要杀你啊，我都是被林绵绵给骗了。芊芊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哼，做什么都可以？当然，要不我现在就把林绵绵肚子里那个野种打了，给你出气，给咱们女儿偿命。沈北子，你个畜生，我跟你拼了！沈北子，你个渣男，我跟你拼了！沈北子，贱人！要不是你非要换包袱，能出这种事儿吗？你肚子里怀着野种，让我给你订豪华月子会所就算了，你还要跟徐浅争，一个擦边女网红，拿什么跟富家千金比？你配？我不配！沈北子，你就是个废物！要不是你生不出孩子，我至于和别的男人生吗？你花着徐浅的钱，好要我做小三，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你虚荣拜金，心狠手辣，为了钱你什么都做得出来，真让我觉得恶心。我凶狠，我跟你哪比得了？你亲手打掉了你的孩子，你禽兽不如！自己的孩子，我让你乱搞，打死你！你乱搞，我让你勾引我，野种，贱人！渣男和小三互殴，真是好一场狗咬狗的大戏啊！完了完了，我都疯了！我们得罪了徐家，接下来就要我们受到惩罚了。我不要发疯，我不要坐牢。徐总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求你不要弄我，徐总，我错了，我求你了。徐总，你别饶了我们吧，我们都是被这个绵绵给骗了。徐总，绵绵她是大网红，就是希望我们变成没有名气的小主播，我们也是害怕她，才会跟她一起干的呀。徐总，你刚刚也看到了，是他们那2个狗男女让我这么做的。我要是不让他们这么做，他们就说让我在海城混不下去。我们也是逼不得已才犯下大错的，您不要跟我们一般见识。你们身为盛世集团的保安，拿着徐董的工资，却帮着沈北子助纣为虐，你们这些见风使舵的小人，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没错，我身为一个职业的律师，你们居然敢当着我的面杀人，我一定会让你们把牢底坐穿。姐，她肚子里的孩子也被我打了，我已经给我们女儿报仇了。报仇？沈北子，罪魁祸首是你吧？姐，什么意思？你忘了是谁打掉我们的孩子？是你。姐，你别这样，你要打要骂都可以，只要你能消消气，好不好？我的孩子被你杀死了，你以为是我打你几句骂你几句，这事儿就过去了吗？姐，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家说去。回家你想怎么惩罚我都可以。沈北慈，你犯罪了，聚众闹事，故意伤害，故意杀人，够你判的了。不，我不要坐牢。如果坐牢，我这辈子就毁了。现在知道怕了。刚才你是怎么对我的？啊？姐，我求你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。你给过我机会吗？今天如果不是我爸，我现在早就一尸两命，成为你们的新闻了。不是的，我虽然这么想过，但我没这么做呀。这辈子，我算是看清你了，你就是一个自私自利、狼心狗肺的东西。
为了钱什么事儿都做得出，以后你就在牢里反省去。姐姐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姐姐，只要你不让我坐牢，让我干什么都可以，我就离婚协议书。我签，我现在就签，我愿意净身出户，只要你能放过我。一切都晚了。我不要走了，不要走了。一切都结束了，你总算看清这段婚姻的本质了。你说，我怎么以前没发现他竟然是这种人？现在发现也不晚。人啊，在恋爱的时候就是容易自欺欺人。你明明知道他有多恶劣，就是一直不肯承认罢了。我竟然和这么一个冷血无情的人同床共枕了1整年，现在想想，我的后背发凉。他这种人根本就配不上你。哟，这不是咱们大名鼎鼎的盛世集团总裁吗？你别管我。你不是说给咱们哥几个一人1000万吗？你也在这里面坐牢了？要不是因为你，老子怎么会坐牢？许家大姐姐对你这么好，给你生孩子，把家产都给你，结果你谋财害命，像你这样的女渣，死路不起！什么东西？呸！我真该死！原本浅浅都已经打算把所有财产给我，是我亲手断送了我的前程。我原本是想把盛世集团的股份转让给你，只要等我们的女儿平安出生，这一切就都是你的。是你亲手打掉了自己的孩子。自该子女出生之日起，本股份转让书正式生效。没错，所以这份协议无效。当初我没有打掉这个孩子，我早就是海城首富。对不起，姐姐，都是我活该。我要见徐姐，求求你们让我见见徐姐吧！求求你们，求你们了！干嘛？我高兴啊！你从那段失败的婚姻中走出来，现在的你整个人都在闪闪发光。那不得多亏了你啊，没日没夜的照顾我，我才能好这么看。你要真想谢谢我，不如给我升职加薪啊！没问题呀。好。喂，你好，许小姐，沈北慈想见你最后一面，你答应他吗？浅浅，谢谢你还能来看我，我知道你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，但是我还是想和你道歉。你觉得你现在的道歉还有意义吗？其实，我一直都知道我最爱的人是你，但是我太自卑了，所以我才想通过伤害你的方式来证明你爱我，是我配不上你。沈北慈，我能来看你，是因为我想知道我有没有真正的和过去告别。但是见到你的这一刻，我已经有答案了。什么答案？你这种人根本就不值得被爱。我不爱你了，也不恨你了。难道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吗？可是你当初明明为了给我生孩子，吃了那么多苦，受了那么多罪啊！如果我没有出轨，如果我本本分分做你老公，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？没有如果，我们回不去了。我知道我不该伤害你这么深，我真的很后悔。浅浅，对不起，浅浅。你就在牢里好好反省，用你一辈子来赎罪。徐总好。最近因为我身体原因休息了一段时间，接下来依旧由我亲自掌管盛世集团。
徐总，您就该自己掌管公司的。是啊，自从沈北池掌管公司以来，给公司带来不少损失。您回来了，我们就安心了。关于集团公司的股份，我决定，凡是对集团有贡献的人，都有机会获得公司的股份。所以还请大家和我一起，共同创造属于盛世集团的新纪元。我们正式追随徐总，给您开拓盛世集团的新纪元。